Hello，大家好，我是催眠语，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呢，我们来讲奥莫莫2号现身，又要来太阳系了。人类的科学能否揭开星际的谜团呢？就在全球为当年擦身而过的神秘访客奥莫莫惋惜之际呢，在2025年的7月1日呢，天文学家们再次捕捉到了一个令人振奋而又困惑的信号。一颗被戏称为奥莫莫2号的神秘天体呢，正以惊人的速度呢，即将闯入我们的太阳系。而这个全新的天外来客呢，速度更快，体型更大，轨道呢更为极端。它究竟是来自于宇宙深处的一个自然奇观呢，还是某些智慧生命的飞船呢？这一次呢，人类严阵以待，全球最顶尖的望远镜，包括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内呢，已经在全部调转了方向，死死地盯住了这个不速之客。人类与最新的星际访客的亲密接触啊，马上要开始。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科学家的最新观测数据。而这个神秘的奥莫莫2号究竟是一颗孤独的岩石，还是某种超出我们预料的存在呢？最关键的是，这次能否解开当年奥莫莫留下的谜团呢？早在2017年的天文学家首次就发现了奥莫莫，一个速度极快、形状诡异、完全超出人们预料的星际天体呢。然而就在2年后，第二个星际天体彗星21号鲍里索夫呢就到来了，证实了奥莫莫的出现并非偶然。而现在呢，时间来到2025年，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而这个新的天体呢，是在2025年7月1日首次被发现，并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收录了，给它命名为 A11PI3Z。不同于当年奥莫莫掠过地球5天后我们才后知后觉嘛，这一次人类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起初呢，它只是出现在近地的天体确认的页面上，被标记为需要后续追踪，但它绝不仅仅是一颗在长椭圆轨道上运行的普通石头。就在天文学家们开始拟合它的轨道的时候呢，种种迹象都清晰地表明这个家伙根本不是我们太阳系的。它的轨道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双曲线，这就意味着它不受太阳引力的约束正是星际天体这种特性所以初步计算呢，它的轨道偏心率呢是高达6左右的，这是我们太阳系中有记录以来所有的过客天体中最高值。这就证实了许多人从一开始的猜测这个天体呢不仅来自于星际，而且呢，它正沿着我们所见的最极端的星际路径一直在飞行。要知道，一个天体的飞行速度如果超过每秒42公里的话，我们就会认为它是星际天体。那么这个新来的家伙，它的速度是远远高于离开太阳系所需的这个逃离速度的。那为了最终确认它的路径呢，天文学家需要更多的数据。在首次发现后不久呢，人们就在这个巡天项目的档案数据中找到了它，而时间呢可以追溯到6月25日的早期影片了。有了这些新的数据呢，天文学家就可以进行更可靠的轨道的模拟了。而所有的证据呢，依然有力地证明了奥莫莫2号呢确实是一位星际访客。现在它已经被小行星中心呢正式编目为31，已经成为了我们太阳系中确认发现的第3个星际天体了。从奥莫莫2号的轨道我们可以得知它将在2025年的10月27日呢到达距离太阳最近的位置，大约是 1.4 个天文单位。可惜的是，那个时候呢，地球正好在太阳的另一边。不过还好呢，它最接近地球的时刻呢，应该是在12月的17日，距离我们呢是 2.4 个天文单位。而且呢，这个距离呢是足够远的，不会对我们的地球造成任何危险，但也能够让我们利用望远镜呢好好的观察它。在那之后呢，它将继续向外飞行，在26年的3月10号左右呢，经过木星轨道附近。而天文学家拍摄的早期图像显示呢，这个天体呢，它的这个视星等级呢是为 18.8。根据它的亮度推断呢，如果它反照率比较典型的话，那么这个天体的直径可能在20公里左右。这可比当时的第1代的那个奥莫莫要大得多了，甚至比鲍里索夫彗星呢还要大。当然呢，也有可能它的反光能力更强，或者呢它自己在本身喷发气体。这些因素呢都可能让这个尺寸的估算呢出现偏差。不过接下来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如果这个天体开始表现出任何非引力作用下的加速的话，就像我们在奥莫莫身上观察到的那样，那将为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嘛。这种加速呢，可能是由气体喷发而引起的，或者是由人造的推进系统而造成的。所以现在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凭借着其强大的红外线探测能力呢，韦伯望远镜可以捕捉到该天体的热辐射，从而呢揭示它的温度、尺寸，甚至是它的形状。那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天体的轨道倾斜角度接近175度，如此刁端的角度似乎可以100%的保留它呢不是太阳系的原住民。事实上，它的轨道方向表明它可能是源自于银河系的恒星盘，
也就是我们银河系中大多数恒星所在的那个扁平的盘面。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想法，如果我们能够足够精准地确定它飞来的速度和方向的话，我们或许就能够追溯找到它真正的老家，那个它所缘起的恒星系统。就像奥莫莫2号这样的星际访客呢，过去是百年难遇的，如今却在短短的几年之内接连出现，这就让我们意识到，类似于这类的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以后可能还要普遍得多。但每一次的相遇都来去匆匆，我们如何才能够不再错过它呢？如果想要研究奥莫莫的话，我们必须要回看第一代奥莫莫来时的那个场景，因为奥莫莫1代呢，就像是一个划过夜空的幽灵，它快得离谱，因为我们人类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它已经消失在夜空之中，所以它给我们人类挖了3个巨坑，至今我们都没有办法完美的解答它的谜团。第一个就是诡异的外形嘛，通过它的亮度变化规律，天文学家就推断奥莫莫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球体或者是岩石，它很像一根雪茄，又像一个薄饼，长宽比呢高达10:1，而且还在太空中混乱的翻滚。无论哪种形状呢，在我们的太阳系呢都是没有见过的，而且它极致的沉默。拿那个韦伯望远镜的前身斯皮策太空望远镜呢，曾经死死地盯着它长达30多个小时，试图捕捉到任何热辐射的信号，结果呢却是一片死寂。它不发热，也不反光，表面呢就像一块经历亿万年之久的那种烤焦的岩石。它也不像彗星，因为没有喷射任何的气体和尘埃，连一丝一毫的尾巴都没露出来，而且它还有诡异的速度。所有的这些加起来呢，都比不上它令人费解的那一点，就是它的加速力了。在飞过太阳之后呢，据说它应该是在太阳引力的拖拽之下渐渐的减速嘛，但是奥莫莫它居然在加速，而产生了一股微小但清晰可辨的非引力加速，就像是一辆关掉引擎却在上坡的汽车，这完全就违背了物理定律。所以它释放出来这个神秘的推力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引起了科学界著名的2大派系之争。那自然起源的派系他们就认为有可能它是一个氢气的冰山，那通过蒸发呢我们看不见的氢气来获得推力。更主流的解释呢说认为它是彗星，是一颗类似于冥王星的行星上被撞出来的一个弹冰碎片，或者是一颗内部被宇宙射线烘烤后能够悄然释放氢气的这种特殊的彗星。而这些解释呢也很巧妙，但是每一种呢或多或少都无法自圆其说。还有一个是人造派，由哈佛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阿维勒布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假设，认为如果它的行为不像自然天体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它就是人造出来的智慧生物创造的呢？比如说是外星文明用来探索宇宙的一个探测器，而且从它的这种薄片的结构来说，正好可以解释它奇特的外形以及被阳光推动而产生的微小加速。当时这一理论一出立刻引爆了整个科学界，支持者都认为这才是最符合所有观测数据的解释，而反对者则认为在没有穷尽所有的自然可能性之前呢，绝不可能轻易的认为它是外星人。直到今天呢，这场争论仍然在继续。而奥莫莫呢，就像是一个棋子深深的嵌入了我们的宇宙认知里面。他用自己的神秘呢，暴露了我们的准备不足，也点燃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好奇心。它让我们意识到宇宙中充满了我们闻所未闻的规则还有很多。然而我们呢，必须做好准备去迎接下一个奥莫莫2号访客。所以我们上次眼睁睁的错过了一次嘛，那这一次面对奥莫莫2号，我们要严阵以待。所以答案呢，就指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天空扫描之一韦拉鲁宾天文台了。那随着韦拉鲁宾天文台正式上线呢，它长达10年的这个时空遗产巡天项目呢，预计将极大的增加我们探测到星际天体的数量，把这种罕见的相遇呢，会变成常规的科技研究了。实际上这座望远镜呢，已经发布了它的第1张图像，并发现了几颗新的小行星包括了一些近地小行星。在400多年前呢，伽利略呢就将一架小小的望远镜呢指向天空，从此呢永远改变了天文学。而今天我们的主角呢，就是韦拉鲁宾天文台。它的使命呢，就像是扫描仪一样，它日复一日的扫描天空，捕捉这整个宇宙中一切天际的各种小行星，比如说突然变亮变暗的恒星，甚至呢暗物质暗能量。而且这个天文台还发现为什么星系的旋转方式跟我们理论上认为的是不一样的呢？因为根据牛顿的物理学，和星系边缘的恒星轨道速度应该比靠近中心的恒星是要慢的，但是鲁宾天文台却发现它们的速度几乎一样快。所以现在的这个鲁宾天文台呢，已经开展了为期10年的一个任务，叫时空遗产巡天。
他的计划呢，就是在未来的10年里每隔几个晚上呢，就对整个南半球的天空呢进行一次拍摄。通过叠加比较分析的这些重复的观测数据天文学家就希望能够揭示宇宙中那些变化在移动以及隐藏在黑暗之中的秘密。所以说它的核心呢，就是有史以来天文学建造的最大的那种数码相机了。它的大小呢跟一辆汽车差不多，内部呢是装有32亿像素的一个成像平面，是由189个超灵敏的传感器组成的，所以它可以静静地捕捉到来自于深空的最微弱的光芒。而它每拍摄一张照片呢，仅需要15秒，下载这张照片呢，只需要2秒。所以说，时空遗忘项目是由4个主要的科学目标的。一个呢，就是寻找这个宇宙中的暗物质、暗能量。它是通过绘制数十亿个星系的地图，并追踪它们呢，随着时间的移动聚焦，发现呢，在加速宇宙膨胀的神秘力量。第二个呢，是观测变化之中的天空，快速的扫描宇宙天空的能力。拿这些照片呢进行比对，看哪一些星系发生了变化。而奥莫莫2号呢，也就是这样被发现的。第3个目标呢，就是行星防御了。鲁宾天文台呢将追踪近地天体，每晚可以监测数千颗小行星，以防呢有某些小行星会撞击地球呢，提前防御。最后一个目的呢，是为太阳系编织目录，因为它的视角呢是可以超越海王星的，深入柯伊伯带的，甚至它可以看到更远。那通过发现和研究遥远的这个冰冷的天体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太阳系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太阳系的边缘是否还有隐藏着未被发现的天体呢？比如说发现那个尼比鲁星球而他发布的首批图像呢，已经开始兑现这一承诺了。因为他发现在室女座星系团中单一的一个画面里面，它就展现了超过2000个星系，也就是说，在室女座星系团的那个里面呢，有2000个恒星星系存在。他预计呢，将在探测多达10万颗这样的恒星，而且探测的距离呢，远超100万光年远。而它的能力呢，是非常强大的。要知道所有的其他地面的和空间的天文台，所有的加在一起，1年大约也就只能发现2万颗小行星，而它呢，仅仅2年就发现了数百万颗小行星，所以可见它的能力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奥莫莫2号呢，就是被它捕捉的，因为任何深空之中的不符合我们太阳系天体的东西，都会进入到它的视野之中，然后呢，它会向我们发出警报。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将会从数十亿颗恒星、星系和小行星中产生的各种数万亿次的测量数据呢，帮人类建立一个无比深入的宇宙数据库。而这个数据库很有可能会帮我们发现外星人的存在。所以说，奥莫莫2号的到来呢，将预示着未来这个鲁宾天文台呢，将会发现无数的天外来客的访客。这就代表着我们人类正站在一个更大的宇宙发现时代的窗口。而那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星辰大海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我们敞开大门。那对于这个最新的星际访客呢，大家认为它是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它是不是外星智慧生物的产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